狐狸猫与爸爸在客厅看介绍地球生物的节目，节目中提到了生物圈这个名词。爸，生物圈是什么意思啊？生物圈就是地球上生物生存或活动的地方哦。诶，感觉地球每个角落都能发现生物，那么生物圈是不是跟地球一样大呢？地球之所以有生物，是因为地球拥有生物所需要的各种资源。你还记得之前学过生物生存的要素吗？我记得有阳光、空气、水和养分这4个重要因素。哦，是不是因为地球上并非到处都有这4个要素，所以生物圈跟地球不一样大？你想得很棒哦！记得之前我们去爬合欢山的时候，是不是爬得越高越觉得呼吸困难？对啊，因为空气会变得稀薄。没错，生物呼吸需要氧气，植物行光合作用需要2氧化碳。越高空，空气越稀薄。在10公里的高空，空气稀薄到大约只有地表的1/5，温度也低至无法提供生物合适的生存条件。所以，越高空的地方，生物种类与数量也越少。原来如此。咦，在海洋中到处都有水，所以海洋里应该到处都是生物吧？其实，海洋的生物并没有平均地分布在海洋中，像是海洋表层因为透光又接触到空气，所以生物种类与数量就比较多。海水深度越深，水压越大，又缺乏光线，能生存的生物就更少了。因此，海平面下约10公里的海沟或是海底，生物大多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。哦，所以生物圈的范围只有海平面上下垂直各约10公里，也就是1万公尺之间喽。其实有点不对，生物圈的范围是人定出来的区域，可能会因科学上的新发现而变动，所以这是目前研究所得出的范围，包括水域、地表及低层大气等区域。哇，感觉生物圈很小呢。对啊，如果地球是一颗苹果，生物圈的范围大概只有苹果皮的厚度而已。原来如此。那么除了高空与深海，生物是不是平均分布在生物圈内呢？这个问题难倒爸爸了。明天去学校问老师好不好？好。下列有关生物圈的叙述何者正确 ？A. 指陆地有生物生活的地方。B. 海平面上下垂直各约10公里间的区域。C. 深海不存在任何生物。D. 范围是固定的，不会改变。正确答案为 B。狐狸猫带着昨天的疑问去找生物老师解答。老师，请问除了高空与深海，生物是不是平均分布在生物圈内呢？当然不是咯。你想想看，夏天的正中午，你会想要待在户外还是冷气房内？当然是冷气房啊，户外太热，很不舒服。你会选择比较舒服的冷气房，生物也跟你一样哦。所以生物大多分布在温暖有水的环境。可是生物圈内也有其他不同的环境吧？那么住在不同环境的生物又是如何生存的呢？你的问题很好哦。老师先问你，冬天的时候你会怎么保暖？穿很厚的衣服啊。其他生物也是一样哦，像是北极终年寒冷，住在那的北极熊虽然没有衣服穿，可是它们有很厚的脂肪层与毛发可以保暖，克服北极寒冷的环境。
咦，那住在沙漠的仙人掌又是怎么克服缺水的环境呢？你知道仙人掌表面的刺是什么吗？应该只是单纯用来保护自己的构造吧。其实那些刺是仙人掌的叶子哦。因为沙漠里水相当珍贵，仙人掌的叶子特化成针状叶，可以减少水分的散失。另外，仙人掌的根系分布浅而广，能够在下大雨时快速吸收最多的雨水，而它肥厚的肉质茎则可以储存水分。原来如此，没想到仙人掌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是为了沙漠而生的。没错，狐狸猫，那么你有听过红树林吗？有啊，之前有跟家人一起去过淡水的红树林。我记得有一种很特殊的树，它们长得细细长长的，可是都没有长叶子耶。那可能是植物的根哦。诶，根不是都埋在土里吗？怎么会从土里长出来？红树林植物生存的环境多为河口地区，因为当地的土壤缺氧，根为了呼吸而长出了地面，以获得足够的氧气。此外，还有一种常见的红树林植物，称为水笔子，种子会留在母树上吸收养分，发育成笔状胎生苗，之后会脱离母树落入土中，再长成一株新个体，也是一种为了在河口环境中生存的独特构造。哇，原来红树林的植物这么厉害啊！生物都有许多厉害的本领，这样才能在大自然中生存。你知道有些生物还会隐身术吗？不知道哎，居然跟忍者一样，感觉很酷。有些生物的体色和环境很像，称为保护色，例如翡翠树蛙。有些除了体色，连外形会和环境很相似，这种生物的隐身术称为拟态。像是兰花螳螂，它们可以融入兰花中，等待猎物接近时再出手。还有枯叶蝶，看起来就跟真的枯叶一样，可以逃过掠食者的眼睛。下列有关生物的叙述何者正确 ？A. 拟态可以帮助生物捕捉猎物。B. 北极熊的脂肪没有任何功能。C. 仙人掌的刺具有保护的作用。D. 河口适合所有生物生活。正确答案为 A。学完这个单元，我们一起来做个重点整理吧。1. 生物圈，地球上生物以及生存的环境合称为生物圈。目前已知生物圈的范围大约在海平面上下垂直各约10公里。2. 自然界中，生物各有其特殊的生存方式或是构造，以获得更多生存机会。例如，北极熊有着厚厚的脂肪层与毛发，能够克服北极寒冷的环境。仙人掌的针状叶、肉质茎与浅且广的根，让它们能够在缺水的沙漠中生存。红树林植物有呼吸根，水笔子有胎生苗，帮助它们在土壤高盐分又缺氧的河口环境中生存。有些生物，例如树蛙、兰花螳螂与枯叶蝶等，具有保护色或是拟态，以隐藏在环境中，协助它们捕捉猎物或是逃避掠食者。学了这么多，让我们再动脑想一想，有看过龙血树和沙漠玫瑰吗？它们特殊的外形与它们生存的环境有什么关系呢？欢迎你去观察、思考、寻找答案，并留言在下方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